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佛历8月上15，万象大雨，26到33摄氏度。今天是佛日，希望各位观众能够牢记佛陀教诲，勤修戒定慧，远离贪嗔痴。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231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0基普，涨幅 0.09%。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3.14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8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5基普，涨幅 0.46%。再来关注股市行情。上周五，老挝证券交易所大盘呈现震荡上扬走势，综合指数早盘以1289.42点小幅高开，盘中虽有波动，但尾盘发力拉升，最终收于今日最高点附近的1291.80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7.25点，涨幅为 0.56%。全天市场交投活跃，总成交量达到1154900股，总成交额达10亿1820万9500基普。从个股交易表现来看，上周五共有4只个股实现上涨，其余8只个股平盘报收，市场整体呈现普涨和稳健格局。在万尼表现最为强劲，收盘上涨130基普，报收于4380基普。联合发展银行延续活跃势头，收盘上涨100基普，报收于8400基普。浦西开发与中老证券均微涨10基普。在平盘个股中，外贸银行依然是资金追逐的焦点，上周五成交量达176100股，股价稳固在2500基普，而中老证券更是创下了全场最高的875100股成交量。整体来看，上周五老挝股市在权重股及银行板块的合力拉动下稳步收红，个股长多跌少，市场投资信心录得温和修复。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686万3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35万4000基普，涨幅 0.76%。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6月25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2456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069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一、副总理赴帕卡丁县调研指导。6月27日，常务副总理沙伦塞·贡马西赴伯里坎塞省帕卡丁县通纳米村视察，在听取帕卡丁县副县长达奥敦帕站关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及人口民族情况的汇报后，沙伦塞·贡马西提出要求，要继续动员群众集资修建水泥路，以实现村户互通，促进农业、商贸和旅游发展，要坚持独立自主经济方向，推动各级经济社会稳步发展。随后，沙伦塞·贡马西见证了查伦塞供能源公司和南屯1号水电站项目向当地捐赠价值超10亿基普医疗设备及修路资金的交接仪式。二、第22届东盟科技与创新部长级会议在万象闭幕。6月26日，第22届东盟科学、技术与创新部长级会议在万象闭幕。副总理兼教育体育部部长通沙利芒诺梅主持会议，东盟各国部长及代表团出席。会议围绕推进东盟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展开，旨在构建具韧性、可持续和具竞争力的东盟。通沙利芒诺梅赞扬了东盟在科研与数字化转型上的进展，并代表老挝提出东盟未来应重点关注的3大核心方向：一是利用科技提升区域韧性，应对气候和粮食安全等挑战；二是发展绿色技术，推动可持续发展，支持2045年东盟共同体愿景；三是加速数字化转型与人才培养，以增强竞争力。三、老挝隆重集会纪念第39个国际禁毒日。6月26日，老挝举行以新时代青年远离毒品为主题的集会，纪念第39个国际禁毒日。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坎良乌塔·凯颂、公安部部长万通·贡马尼及各界代表出席。坎良乌塔·凯颂在讲话中指出，毒品犯罪呈现跨国网络化，严重威胁国家安全，老挝深受其害，政府已将禁毒列为紧迫任务。他呼吁全民积极参与，
加强毒品预防宣传与戒毒康复工作，严厉执法，并深化国际合作，全面遏制毒品蔓延。4. 老挝向中国移交98名中国籍电信诈骗嫌疑人。6月26日，公安部与老中警方合作中心在琅南塔省摩丁口岸向中国警方移交了98名中国籍电信网络诈骗嫌疑人及大批涉案物资。公安部经济警察局副局长蓝鹏细达端乐与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经济犯罪侦查部门负责人李丹代表双方签署了移交备忘录。此批嫌疑人由老挝警方分别于6月3日在万象市以及在沙湾拿吉省凯山丰威汉市分别查获。此次行动是落实老中两国公安部联合打击跨国电信诈骗合作协议的重要成果。5. 兰博拉邦省警方向中国移交78名网络诈骗嫌疑人。6月24日，在摩丁国际口岸的第29号国界碑处，兰博拉邦省公安厅与中国警方举行了移交仪式，将78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正式移交给中国警方。此批嫌疑人是由兰博拉邦省公安厅在6月15日抓获的，其中有75人涉嫌电诈，另有3人涉嫌偷渡。上述人员在老挝境内流窜，从事网络电信诈骗及偷渡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违反了老挝法律法规。6. 沙湾拿吉省隆重举行大佛像建设奠基仪式。6月28日上午，四幅大佛建设奠基盛典在沙湾拿吉省凯山丰威汉市举行。沙湾拿吉省佛联主席班苏潘托及108位高僧主持宗教仪式。沙湾拿吉省委书记本宗乌邦帕瑟、前国家主席夫人坎蒙沃拉吉、国家主席夫人纳利西苏里以及各界代表出席。该佛像旨在为当地人民祈福，打造国内外信众的朝拜圣地及文化旅游中心。庆祝活动于6月26日至28日举行，包含接收捐献、诵经及斋僧等仪式。目前，各界为大佛像建设募得的首批善款已超过100亿基普。7. 泰国警方破获一起跨湄公河农产品走私案。6月25日，泰国多部门在安纳乍伦府沙罗曼县湄公河畔展开联合伏击行动，成功破获一起农产品走私案。执法人员当场抓获2名泰国人和15名老挝人，当时该团伙正将走私牛油果从船只搬运至大卡车上，行动共缴获牛油果160箱，约4480公斤，并扣押铁皮船1艘、10轮卡车1辆、96000泰铢现金及5部手机。经查，该批货物未办理海关手续，涉案老挝人员也属非法入境。目前，涉案人员及证物已移交泰国警方与移民局依法起诉。8. 万象市工贸厅销毁价值超5亿基普侵权商品。6月26日，万象市工业与贸易厅举行侵权商品集中销毁仪式，仪式由万象市工业与贸易厅副厅长达万西格森肯主持。在2025至2026年期间，执法部门共对7个品牌、13个目标对象展开检查。此次销毁的假冒侵权商品总价值超5亿基普，包括汽车轴承25955个，拖拉机发动机共5台，酒店用品1批，拖拉机配件181个，以及麻辣烫1750箱。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